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期待有人可以在我脆弱的时候接住我。我希望被理解，希望被安慰，希望在我撑不住的时候，有人能够看见。可现实常常不是那样。有时候你开口了，却没有被真正听见。有时候你沉默，也没有人发现你的疲惫。于是你开始学会自己撑着，学会说我没事，学会在心里收起那些需要。久而久之，你变得很坚强，却也变得很孤单。你会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有点硬，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用力，每一段关系都需要小心。你不太敢再轻易表露，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接住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真的累了，你发现再怎么撑，内在那个想被理解的部分都不会消失。那一刻，你没有再往外找，你只是停下来，看向自己。你轻轻地问：你还好吗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却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因为那是你第一次，不是要求自己坚强，而是愿意陪着自己。当你开始接住自己，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被压住的情绪慢慢浮现，有委屈，有疲惫，也有一种很深的孤单。但这一次，你没有再把它们推开，你只是陪着，没有急着让它变好，也没有急着找解决方法，只是让那些感受有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。在心理与神经系统的运作里，当一个人被接住，大脑会从警戒转向安全。而当你开始自己接住自己，这种安全感就不再依赖外在，你不再需要等别人出现才能让自己安定。那一刻，有一种很深的力量开始出现，不是强硬，而是稳定；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。当你的内在有了这样的空间，你与世界的关系也会开始改变。你不再那么容易受伤，不是因为你变得冷漠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即使受伤，你也会把自己接回来。这样的你会慢慢放下过度的防备，你不再需要随时保护自己，因为你知道你是安全的。而当防备放下，世界就会变得柔软。你开始看见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善意，你开始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微小却真实的连结。你不再只注意到冷漠，也开始看见温度。这一切不是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变得不一样了。当你不再对自己严苛，你也不再用防备看待他人。当你愿意理解自己，你也更容易理解别人。这样的转变会让你的能量变得柔软，而柔软的能量会吸引同样温和的回应。你会遇见更愿意倾听的人，也会建立更真实的关系。不是因为你努力改变世界，而是因为你改变了与自己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世界太硬，不要急着去寻找更多的保护，先试着回到自己身上，去接住那个已经撑很久的你，去允许那些还没被说出口的感受，去陪伴那个曾经被忽略的自己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不再那么需要外界来填补什么。而当你不再匮乏，你所感知的世界也会一点一点的变得更柔软，更温暖，更愿意回应你的存在。而你也会明白，原来真正的被接住，不是来自谁的出现，而是那一刻，你终于愿意伸出手，接住自己。
我以为世界对我是沉默的。我努力表达，努力付出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却总觉得回应很少，像是我在呼唤，却没有回声。于是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还不够值得？所以世界才没有回应我。我更加努力，更加要求自己，试图用更多的付出换来一点被看见的感觉。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就越空，因为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外面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过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疲惫。我不再急着寻找回应，也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我只是安静地坐着。然后我开始看见自己，我看见那些被忽略的情绪，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。我看见自己在关系里的退让，看见自己在选择里的犹豫，也看见那个一直在努力却从未被肯定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没有任何外在改变，但我却感受到一种深层的松动，因为我第一次不是用要求的眼光看待自己，而是用理解。当你愿意这样看见自己，内在会发生一种很微妙的转变。你不再需要透过外界来证明存在，因为你已经在内在承认了自己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当一个人被真正看见，神经系统会感到安全。而当你开始自己看见自己，这份安全感就会从内在生长出来。当你感到安全，你就不再那么紧绷，也不再那么渴望外界的肯定，而这样的你反而更容易被世界回应，因为你不再带着匮乏去靠近，你带着的是一种稳定。当你的存在是稳定的，你的表达会变得真实。你说的话不再只是为了被接受，而是来自你内在的对齐。这样的能量会让人感受到，而人会自然回应真实。我后来才发现，世界从来没有忽略我，只是我一直没有真正出现。当我开始看见自己，我也开始允许自己被看见。我不再隐藏需求，也不再压抑感受。我开始说出真实的想法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甚至有点害怕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回应开始出现了。有人愿意倾听，有人愿意靠近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躲在自己的内在里。当你愿意看见自己，你就不再忽略自己的存在。而当你不再忽略，世界也更容易对齐你。这是一种能量的转变。当你内在是清晰的，你的外在就会开始呼应。你会遇见更适合的关系，更贴近你的机会。不是因为运气变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世界没有回应你，也许可以先问问自己，你有没有真正看见自己？你有没有承认自己的感受？你有没有允许自己存在？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却会改变一切。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世界不是冷漠，它只是一直在等待，等待你真正出现。而当你愿意出现，愿意看见自己，你就会看见，原来世界早就准备好回应你了。我总是把自己撑得很紧，好像只要一松手，一切就会崩塌。我习惯把情绪收好，把疲惫藏起来，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一层一层压在心里。我以为那样是坚强，是成熟，
是对人生负责。所以我不让自己哭，不让自己示弱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不稳定的样子。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就越紧绷。那种感觉就像一直屏住呼吸，你没有真的倒下，却也没有真正活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，而是那些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。我第一次没有再阻止，我让自己哭，让那些感受流动。一开始有点害怕，好像一旦放开，就再也收不回来。但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抗拒，那些情绪并没有吞噬我，反而慢慢变得柔和，像一股终于被允许流动的水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很深的释放，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对抗自己。在神经系统里，当情绪被压抑，大脑会持续处于警戒，让身体维持在防御状态。你会变得敏感，容易疲惫，也更难真正放松。但当你允许脆弱，那个警报会慢慢解除，你的身体会感觉到现在是安全的，而安全才是力量真正诞生的地方。我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没有情绪，也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你在脆弱的时候仍然愿意陪着自己。你不再因为感到难过就否定自己的价值，你不再因为不完美就觉得自己不够好。你开始理解，那些你以为的脆弱，其实只是你在感受生命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自己，内在会慢慢整合。你不再分裂，不再拉扯，你只是完整的存在。而完整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那种力量不是外显的强硬，而是一种很稳定的底气。你知道自己会有情绪，但你也知道你可以承接它。你不再害怕崩溃，因为你相信，即使崩溃，你也会把自己带回来。这样的你会变得更真实。你不再需要维持完美的样子，也不再需要用坚强来保护自己。你开始用诚实与温柔与世界连结，而这样的能量会吸引同样真实的关系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隐藏，你反而更容易被理解。当你不再假装，你反而更容易被接住。这不是因为你变弱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放下了不必要的防备。当防备放下，连结就开始出现。当连结出现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。所以，不要再害怕那些让你颤抖的瞬间，不要再急着把脆弱藏起来。那些你以为会让你失去控制的感受，其实正带着你回到更深的自己。当你愿意走进去，你会发现，那里没有你想象的破碎，只有一个一直在等待被拥抱的你。而当你终于愿意伸出手，去接住那个脆弱的自己，你会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你撑得多好，而是你在最脆弱的时候，依然选择不离开自己。而那一刻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深的稳定，一种不需要证明却真实存在的力量，在你之中慢慢展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人生一直在考验我，关系反复，情绪起伏，很多事情好像才刚稳定，又再次被打乱。我以为是运气不好，是环境不配合，是世界在为难我。但更深的地方，我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，好像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课题，却始终过不了关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问自己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：如果这一切不是考验，而是提醒呢？这个念头让我停住了。我不再急着抱怨，也不再急着逃离。我开始看那些反复出现的情境，看那些让我不舒服的感受。我发现每一次让我困住的，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我没有真正接纳自己。在关系里，我害怕失去，所以不断迎合；在选择里，我怀疑自己，所以总是犹豫；在面对情绪时，我觉得不应该，所以选择压抑。这些看似不同的困境，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我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当我开始看见这一点，我没有责怪，只是慢慢的试着改变对待自己的方式。当我感到不安，我不再说你怎么这么脆弱，我改成你是不是很需要被安定。当我在关系里想迎合，我不再强迫自己忍耐。我会问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这些转变很微小，但它们像一种重新对齐。当你开始接纳自己，你就不再否定那些真实的感受，而当这些感受被看见，它们就不需要再用剧烈的方式出现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未被接纳的情绪会反复被触发，因为大脑会试图让你看见，直到你愿意理解。所以那些你以为的考验，其实只是尚未被整合的经验。当你越抗拒，它就越频繁出现；当你越接纳，它就越不需要提醒你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宇宙并不是在惩罚你，它只是透过你的经历，让你看见自己。当你还没有学会接住自己，外在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把同样的感受带回来，直到你愿意停下来。当你真的开始接纳，那些反复的情境会慢慢减少，不是因为你避开了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再需要透过它学习。你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你不再委屈，不再压抑，不再怀疑。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，也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。这样的你会自然走向不同的现实。你会发现关系变得更轻松，选择变得更清晰，内在变得更稳定。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容易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与自己对抗。当内在不再分裂，你的能量就会整合，而整合的能量会带来一种很深的平衡。这种平衡让你不再需要透过困难来认识自己，你已经在日常里持续与自己连结，所以不再需要剧烈的提醒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越接纳自己，人生看起来就越顺。不是因为没有挑战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用不同的方式面对一切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生一直在重复，不要急着逃，试着停下来，去看看那个被忽略的自己，去理解那些你一直不想承认的感受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做，那些原本像考验一样的事情，会一点一点的从你的生命里退去，而留下来的是一种更稳定、更清晰，也更自由的你。那个不需要被考验，因为已经学会如何温柔对待自己的你。我总是在对抗现在的自己，我不喜欢自己的情绪，不满意自己的状态，甚至会在心里反复想，为什么我还是这样？我期待自己更稳定、更成熟、更接近我心中那个理想的样子。于是我不断修正，不断要求，
不断想把现在的自己变成别的样子。可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努力，内在就越紧绷。那些我想改掉的部分，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变得更强烈。情绪更容易波动，思绪更容易混乱。我开始觉得，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对抗自己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再试着改变，我只是停下来，静静地看着现在的自己，看见那份不安，看见那份疲惫，也看见那个一直想变好的我。我没有再说不应该，我只是轻轻地承认，原来我现在就是这样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带来一种深层的松动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否定现在的自己。在心理与神经系统的运作里，当你抗拒当下，大脑会把这种抗拒视为威胁，让你持续处在紧绷与防御之中。你越想逃离，内在就越无法安定。但当你开始允许，那个讯号就会改变，你的身体会慢慢放松，你的情绪也开始有空间流动。那一刻，改变其实已经开始发生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停止了对抗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很多时候不是宇宙没有回应你，而是你一直在拒绝现在的自己。当你拒绝，你的能量就是分裂的，一部分想前进，一部分却在否定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一切停滞，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但当你不再抗拒，你开始与自己站在同一边，你的内在会慢慢对齐。你不再拉扯，不再消耗，你只是存在。而这样的存在会带来一种很稳定的频率，这种频率会让你与世界的互动变得柔软。你不再用力抓住，也不再害怕失去。你开始信任每一个当下都有它的意义。当你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不一样了，不是因为外在突然改变，而是你不再带着抗拒去感受它。你开始看见细节，看见机会，也看见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温柔。一个刚刚好的回应，一段刚刚好的相遇，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你与世界之间开始产生了共鸣。当你允许现在的自己存在，你就不再急着成为别人，你开始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而这样的你会自然吸引与你一致的经验。你不再需要用力创造，因为你已经在流动之中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抗拒自己，请试着停一下，不要急着改变，也不要急着变好。先允许你现在的样子，允许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部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与自己对抗，一切开始变得柔软。你的内在，你的感受，甚至你所经历的世界，都会慢慢的回到一种更温和的状态。而你也会明白，真正让宇宙开始回应的，从来不是你变得多完美，而是那一刻，你终于愿意完整的接纳现在的自己。我只愿意看见自己的一部分，那些努力的，那些坚强的，那些看起来足够好的样子，而那些不安的、脆弱的、容易怀疑与退缩的部分，我总是刻意忽略，甚至试着让它们消失。我以为只要留下好的那一面，人生就会变得更顺利。我以为只要足够正面，
就能吸引到理想的结果。但现实却不是这样。我越是只想成为某一种样子，内在就越分裂。有一部分在努力前进，另一部分却在暗中拉扯。我开始感到疲惫，因为我不只是活着，我还在维持一个不完整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撑不住那样的分裂。我开始试着看见全部，不是只看好的，也包括那些我一直不愿面对的部分。我看见自己的害怕，看见自己的不安全感，看见那些在关系里反复出现的模式。一开始，这样的看见让人不舒服，甚至有一点失落，因为那代表我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稳定。但同时，也有一种奇妙的松动，因为我终于不需要再假装。在心理的层面，当你只接纳部分的自己，你的内在就会分裂。被排除的部分不会消失，它们会在无意识中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你的选择，甚至影响你的人生方向。所以你会觉得事情总是不如预期，好像有什么在阻碍你。但其实那不是阻碍，而是你还没有整合的自己。当我开始愿意看见全部，我不再急着修正，我只是理解。当我感到不安，我不再说这不应该，我会轻轻地说，原来我在害怕。当我想退缩，我不再责怪，我会问，是不是这里还需要一点安全感？这样的对话让那些被忽略的部分慢慢被带回来。我不再只是一部分的自己，我开始变得完整，而完整会带来一种很深的稳定。你不再需要维持形象，也不再需要证明什么，你只是存在，而这样的存在会让你的能量变得清晰。当你的内在没有隐藏，没有压抑，没有否认，你的频率就会一致。这样的一致会让世界更容易回应你，因为你不再传递混乱的讯号。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，也清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当你这样存在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变得顺流，你会遇见更对的人，做出更贴近内在的选择。你不再需要反复绕路，因为你已经不再忽略自己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宇宙从来没有不回应你，只是当你不完整，它也只能回应那个片段的你。而当你愿意看见全部，你就不再分裂，你开始以一个完整的状态与世界互动。这样的你会吸引更真实的经验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因为你忠于真实。所以不要再只选择喜欢的部分，不要再把某些自己排除在外。那些你以为不够好的地方，其实都是你的一部分。当你愿意把它们带回来，你会发现，你一直在寻找的稳定与流动，其实早就在你之中，只是等待你看见，等待你承认，等待你愿意说，这全部都是我。而当你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有什么开始对齐了，有什么开始流动了，而世界也会在那个瞬间开始真正的回应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
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